9月27日晚，广东一所大学大学城校区内发生车祸，造成1死1伤。肇事司机是该校的一名教师。2天后的29号，该校另一个校区又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车撞上了骑自行车的行人。校园行车横冲直撞不让行人这方面，作为华南另外一所学校毕业的学生，对校园里的这种行为可以说是每天都要拿出来和朋友吐槽的日经级别现象。根据我读大年的这几年的经验，校园里的路权争霸是弱肉强食的，而参与者主要有3类：轿车为代表的机动车、电动车，还有自行车和行人。从应然上来说，校园空间内有着最脆弱肉体的行人，应该在道路上享有优先通行权。有着钢铁之躯的汽车和电动车应该时刻注意并避让行人。但事实却是，在校园空间的路权竞争中，机动车是最强的，而自行车或者说行人是最弱的。校园里的人在出行时都要时刻提防并让着机动车和电动车。在校园的道路空间中，汽车和电机凭借其速度、质量和潜在的危险性，形成一种物理上的强势地位。这种强势地位转化为一种事实上的路权优先。而行人的身体是血肉之躯，一旦发生碰撞，必然是受损的一方。这种物理上的绝对弱势，使得行人在面对危险时，不得不采取避让的策略来自我保护。违规的车辆驾驶者则利用了这种不对等的伤害风险，将本该由自己承担的减速避让责任，通过制造危险的方式转嫁给了行人。在后现代地理学中有一段话：空间性是由社会生产的，而且如同社会本身一样，以各种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形式，各种具体的空间性存在，也以个体与群体两者之间的一套关系，即社会生活本身的一种具体化与媒质而存在。校园里的道路当然不是自然而然就在那里的，是人类有组织有意识的规划、投资和建造的结果。这个空间生产的过程本身就是各种社会力量的群雄逐鹿，也就是说，所谓的弱肉强食的路权之争，本质上是空间资源如何被社会性的生产和分配的问题。例如，一条道路的设计宽度、人行道的宽度、是否设置隔离带，还有人行横道的数量和位置，都直接体现了上面说的3种交通参与者在空间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大小。当道路被设计为更偏向机动车的快速通过时，行人的空间就被压缩了，其路权在物理形态上就已经被削弱了。在我大2还是大3的时候，学校为了庆祝校庆大举修路。在这之前，虽然校园内的确存在一些坑坑洼洼的路，但是我所在的那一栋宿舍前的路是一条相对比较平整的水泥路。作为生活区的路，很自然是一条很符合大学生上下课以及去饭堂的这样一个气质的路。偶有饭堂和快递的运输车经过，也不会对行人造成多少不便。在为了庆祝校庆而修路之后，那些明显坑坑洼洼的路却并没有第一时间被修缮，反而是宿舍前的那一段被灌上了沥青，中间画上了分割车道的白色虚线。这不仅仅是什么面子工程的事情，这种代表着标准化和现代化的马路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宣告。这条路的首要功能已经被定义为车辆的快速通行了。让我们在这个层面上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为了庆祝校庆而进行的面子工程会把路修成一条鼓励行车的沥青路，而不是其他呢？校庆，尤其是重要年份的校庆，大学需要向校友、上级领导、社会各界以及未来的学生展示其良好的面貌。换句话说，不是以人文关怀的态度展示给本校学生。我们可以想一下，学校里开车比较多的人是谁？教职工、领导以及少部分的学生。当然不仅仅是这个原因，在视觉语言上，一条平整、乌黑、标线清晰的沥青路是现代城市规划和高速交通系统的标志性符号，它象征着效率、规范、有序和发展。水泥路或者砖石路则可能被联想为陈旧或者落后。这恰恰暴露了学校领导层面对于学校管理的可控性和效率的追求。这种管理逻辑在空间上的投射，就是创造一个便于快速流转和易于控制的环境。尽管大家都知道高效的行政和效率一词难以挂钩，
但就如一句老话说的，越没什么就会越说什么。正是因为效率低下，才需要表演出效率，就像因为没有人文关怀，才需要说自己具有人文关怀一样。那么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搞清楚了，为什么校园内的汽车都横冲直撞的。当然，我们可以说驾驶者没有素质，但更深一层的则是，人与车的这种路权不平等关系，是不均衡的地理发展在大学校园里的微观复现。校园内的路权争霸的不平等，就是空间生产中的不平等。